就是要为我这个狗争口气，你把2块钱退给我。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我看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视频，这些视频让我对两岸的公共交通有了更深的体会。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视频反映出的大陆与台湾在公共交通上的差异以及这些背后代表的人性化程度。先来看第一个视频，一位女子带着狗狗坐车，结果被司机拒载，发生了争执，甚至还被气哭。紧接着是第二个视频，导盲犬因为没有戴嘴套被工作人员拒绝进入地铁，工作人员的回应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你的解释太专业，我无法答复。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个视频的具体情况。你把2块钱退给我。我已经叫你搬进去，我搬进去了，要哪能搬啊？你是狗呀，侬小人好跟那干什么啦？政策里面呢说是不允许带的，如果带着宠物背包的话，这个倒没有说明。所谓的警犬在工作中，在它缉毒的过程中、查毒的过程中是要戴嘴套的吗？您说的这个太专业，我没办法答复。无论国内、国际上的这种导盲犬的使用标准里面，在工作中导盲犬它肯定是不能戴嘴套的嘛。民航也好啊，铁路也好，都没有类似的规定，它又拿不出来这种明文的规。看完视频，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些感触。这两个视频反映了大陆公共交通管理中的一些问题。首先，关于宠物或者导盲犬的管理，大陆的规定看似严格，但缺乏真正的人性化处理。司机和工作人员可能只是机械地执行规定，而没有考虑到实际的情感需求或者合理的例外情况。导盲犬作为帮助视障人士的特殊犬种，在世界范围内都被认可为可以进入公共交通的服务犬，但因为大陆的部分工作人员对规定缺乏深度理解，结果造成了这样的冲突，而普通宠物就更不用说了。大陆的许多地方，宠物几乎没有机会搭乘公共交通，即使是装在笼子里的小型宠物，也可能被拒之门外。这种情况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管理问题，更折射出大陆在公共服务中的一些不足。规则重于人性化，执行僵硬，缺乏考虑特殊需求的弹性空间。台湾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坐地铁高铁哪都是宠物，还有没有人管了，真是太让人羡慕了。原来台湾的地铁和高铁都是可以带宠物的，我在加拿大生活10几年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真的是比北美还领先。后来了解才知道，台湾的宠物几乎都能带上公共交通，只要能装在符合相关规定笼子里就可以带，还有专门的宠物急救车，甚至还有专门的宠物洗衣店。靠北，这待遇比我这个妈 low 都好啊！还有台湾的地铁高铁也充分体现了台湾人普遍的素质。我在台湾几乎每天都在坐地铁，他们的车厢非常安静，安静到只有列车的声音，大家都不会大声聊天或者外放手机。最让我意外的一点是，地铁的厕所贼干净，比我自己家都干净，对我这种蹲坑人士太爽了。台湾还有哪些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快来告诉我吧。看完台湾的视频，不得不说，真的让人羡慕啊！在台湾，宠物不仅可以进入地铁和高铁，只要装在符合规定的笼子里就可以。更让人惊讶的是，台湾还有专门的宠物急救车和配套设施，比如宠物洗衣店和靠背，这样的待遇真的令人佩服。这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台湾政策上的灵活和人性化，更是台湾社会对宠物和动物权益的尊重。台湾的地铁和高铁不仅允许宠物搭乘，其公共交通的整体素质也让人刮目相看。比如地铁里的安静环境，没人外放手机，也没有大声喧哗，这种素质不仅是靠规矩约束的，更是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地铁的卫生条件极佳，甚至让人觉得连家里的卫生状况都比不上。对于像视频中提到的蹲坑人士，更是友好到极致。对比大陆地铁，卫生状况堪忧，喧哗不断，宠物无法进入，真的让人不得不感叹，两岸的差距不仅仅是硬件设施上的，更是制度、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全方位对比。今天我们通过这几个视频对比了两岸公共交通的现状，可以看到台湾无论是在规则的设置上，还是在社会的整体素质上，都体现出了高度的人性化和文明程度。而大陆呢，虽然近年来也在进步，但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性化关怀。你们对这些现象怎么看？有没有哪些关于台湾地铁、高铁或者公共服务的经历和感受？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和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晚上好啊，都辛苦了啊，上下班都辛苦了。然后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坐一趟地铁啊！今年年底祝大家都月收100万啊！我也上下班的，挺累的呢，有没有好大哥、好大姐给我让个座啥的？能不能给我让个座？吓我一大跳！
这边的有没有能给我让个座吧？我这祝福语都说了。好，话说这个份儿呢，还没人给我让座是吧？行，那我不麻烦大家了啊！我说这个，你别吓着了，那我跟你们说好了啊，我消费了啊。